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人力资源部的门在身后关上，程建华手里捏着一张薄薄的离职通知单，身后还跟着几个部门主管，像是刚开完一场庆功会。建华，彭万里拍了拍他的肩膀，力道很重，带着一种施舍般的亲热。别往心里去，公司要发展，总得有人做出牺牲。你的那点股权，公司会按照最高价回购，不会让你吃亏。他顿了顿，故意在众人面前摆出公事公办的架势，侧头问：“我记得不多吧？你个人持有公司多少股权来着？”程建华抬起眼，迎着彭万里得意的目光，语气淡定的像是在谈论今天的天气。52%，这一切都得从今天早上那个电话说起。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瑞州市的清晨，天刚蒙蒙亮，厨房里就传来了锅碗瓢盆的轻微碰撞声。建华，你今天能不能抽空去一趟学校？小斌的择校费该交了，老师都催过2次了。妻子李秀英一边将煎好的鸡蛋盛到盘子里，一边头也不回地说道。程建华正坐在餐桌旁，低头看着手机上的银行卡，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房贷还款日的提醒，鲜红刺眼。我知道了，他含糊地应了一声。今天公司有个重要的项目评审会，我看看下午能不能请个假。又是开会。李秀英把一碗粥重重地放在他面前，语气里带着压抑不住的烦躁。你天天开会，开会有用吗？上个月的奖金发了没？小斌的择校费，还有咱爸妈那边，你妈的老毛病又犯了，医药费发了，下午就去交。程建华赶紧打断他的话，他实在不想在一大早就陷入这种关于钱的争吵里。他知道妻子没有恶意，只是这个家像一辆沉重的马车，压得每个人都喘不过气。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是老家的父亲打来的。程建华心里咯噔一下，连忙接通。喂，爸，建华啊，你妈，她昨天晚上又不舒服，咳得厉害。今天带他去镇上卫生院看了看，医生说最好还是去市里大医院瞧瞧，开点好药。父亲的声音苍老而沙哑，带着一丝小心翼翼的请求。我知道了爸，钱的事你别担心，我等下就给你转过去。哎，你那边要是不方便，就先别方便。爸，您放心吧。程建华强打起精神，没让父亲听出自己的窘迫。挂了电话，他看着桌上的早餐，一点胃口都没有。李秀英没再说话，只是默默地往他碗里夹了个煎蛋，叹了口气。路上开车慢点。程建华胡乱吃了几口，抓起公文包就出了门，坐进那辆开了快10年的旧大众里。他没有立刻发动车子，而是靠在椅背上，疲惫地闭上了眼睛，四事不惑。可他的人生却充满了困惑和压力。他想起10年前和师傅方德海一起创立这家启航科技时的场景。那时候公司就在一个破旧的仓库里，几个人没日没夜地写代码，吃的是泡面，睡的是行军床，但心里那团火烧得比夏天的太阳还旺。可现在公司搬进了瑞州市最高档的写字楼，师傅老方也因病去世了2年，一切都变了味。尤其是妻子的表哥彭万里当上总经理之后，发动车子汇入早高峰拥挤的车流。程建华的脸隐没在城市的钢筋水泥森林里，他不知道今天公司里等待他的将是一场彻底的倾覆。当他踏进办公室的时候，敏锐地感觉到气氛有些不对劲。平日里跟他有说有笑的几个老同事，
今天看到他，眼神都有些躲闪，只是远远地点了点头。而那些彭万里提拔上来的年轻人，则聚在一起窃窃私语，看他的眼神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幸灾乐祸。他手底下最得力的干将，年轻的程序员张远，快步走了过来，脸上满是焦急。程哥，不好了，我们负责的星盾项目，昨天深夜被总经办那边强行接管了。程建华心里一沉，星盾项目是他投入了近2年心血的成果，是公司未来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彭总说的。张远点了点头，压低声音，他说是你领导的技术部出现了重大安全漏洞，他要亲自接手，拨乱反正。程建华的拳头在没人看见的地方悄悄握紧了。总经理办公室的门紧闭着，磨砂玻璃上透出几个人影。程建华站在门外，都能听到里面传来彭万里那抑扬顿挫的声音，像是在开一场慷慨激昂的动员会。我们公司不养闲人，更不能容忍有人倚老卖老，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特别是技术部门，是公司的核心，绝对不能出现任何纰漏。昨天要不是我发现的早，星盾项目的数据就要被泄露了。这个责任谁来负？门突然被拉开，一个年轻的经理走了出来，看到程建华，脸上闪过一丝尴尬，随即又换上了一副公事公办的表情。程总监，彭总让您进去。程建华深吸一口气，迈步走了进去。办公室里烟雾缭绕，彭万里大马金刀地坐在老板椅上，脚几乎要翘到办公桌上。见他进来，眼皮都没抬一下。建华来了。他慢悠悠地吐出一口烟圈，正好跟你说个事，星盾项目从今天起由我亲自来带队，你就不用管了。程建华的目光扫过在场的几位主管，他们都低着头，假装在看手里的文件。彭总，这个项目从立项到核心代码的编写都是我一手负责的。你说有安全漏洞，请问漏洞在哪里？他的声音很平静，听不出喜怒。彭万里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嗤笑一声。漏洞在哪里？程建华，你现在是在质问我吗？他把一份文件摔在桌上，你自己看，这是运维部昨晚提交的紧急报告，服务器后台有多个异常访问记录， IP 地址都指向了你的开发终端，你怎么解释？程建华拿起报告，只扫了一眼，就明白了，这是栽赃。那些所谓的异常访问，用的都是最低级的伪装手段，任何一个有经验的工程师都能看出是伪造的。这个报告我不认可，我要求技术部进行内部复核，3天之内，我能给你一份真实的技术鉴定。3天，彭万里站了起来，居高临下地看着他，黄花菜都凉了。程建华，你是不是觉得公司离了你就不赚了？我告诉你，现在立刻马上把所有项目权限交接出来。气氛瞬间剑拔弩张。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进来是张远，他手里拿着一个 U 盘，脸色涨得通红。彭总，程哥，我有证据，这是昨晚服务器的完整日志备份，可以证明异常访问是外部嫁祸，跟程哥的终端没有任何关系。彭万里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他没想到程建华手底下还有这么个不知死活的愣头青。谁让你进来的？彭万里厉声喝道：滚出去！彭总，我们不能凭一份来源不明的报告就冤枉好人啊！张远还想争辩，反了你了！彭万里抓起桌上的烟灰缸，作势要砸过去。一个小小的程序员，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人力资源部的人呢？把他给我带出去，从今天起他也不用来了。彭总，你不能这样！程建华一把拦在张远面前。我不能怎样？彭万里绕过办公桌，走到程建华面前，几乎是贴着他的脸，一字一句地说道：程建华，别给脸不要脸！你以为你还是当年那个公司的元老吗？现在这家公司我说了算。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怨毒和快意。他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了。他永远也忘不了当年自己托了多少关系，求着妻子李秀英去找程建华，才进了这家公司。那时候，程建华在他面前就是高高在上的存在。现在风水轮流转了，他就是要让程建华亲眼看着自己是如何一点点把他辛苦打下的江山全部夺过来的。张远最终还是被保安带走了。临走前，他回头看了程建华一眼，眼神里满是愧疚和不甘。程建华没有说话，只是对着他轻轻摇了摇头。他知道彭万里的目的就是他，任何为他说话的人都会被无情的清除。办公室里的闹剧结束了，彭万里重新坐回椅子上，脸上带着胜利者的微笑。建华，看在亲戚的份上，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主动点，体面点，对大家都好。程建华看着这个曾经对自己点头哈腰、满脸堆笑的妻子的表哥，心中一片冰冷。他什么都没说，转身走出了办公室。他知道真正的暴风雨要来了。下午2点，阳光正好，透过百叶窗，在会议室里投下斑驳的光影。程建华接到了人力资源部经理的电话，让他去一趟3号会议室。他知道审判的时刻到了，推开门，长条形的会议桌旁只坐着2个人，一个是总经理彭万里，另一个是人力资源部经理，一个40多岁、戴着金丝眼镜的女人，是彭万里一手提拔上来的心腹。建华，坐吧。彭万里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语气平淡的像是在招待一位客人。桌子上已经摆好了一份文件，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公司近期的战略需要调整，业务方向也要转型。人力资源部经理推了推眼镜，照本宣科地念着早已准备好的说辞。经过公司管理层慎重研究决定，技术总监这个岗位与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不再匹配，所以公司决定从即日起与您解除劳动合同。他说完，便低头看着自己的指甲，不再言语。程建华没有去看那份文件，他的目光一直落在彭万里的脸上。就因为这个，他问。彭万里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着，发出嘟嘟的声响，像是在为这场戏配上背景音乐。建华，何必呢？闹得太难看，对谁都没好处。我只想知道一个真正的理由。程建华坚持道。彭万里的耐心似乎被耗尽了，他停止了敲击，身体前倾，声音压低，却充满了威胁。理由就是你挡了我的路，你那个死鬼师傅临死前把公司交给我，却处处提防着我。你在技术部一手遮天，所有人只认你，不认我这个总经理。我不把你弄走，我这个总经理当的有什么意思？这些话他憋在心里很久了，今天他终于可以痛痛快快地讲出来。程建华看着他那张因激动而扭曲的脸，突然觉得有些可笑。原来他所珍视和守护的一切，在别人眼里只是一个碍事的绊脚石。我明白了。程建华点了点头，他没有愤怒，没有争吵，平静地让彭万里感到一阵莫名的心慌。你就没什么想说的？彭万里试探着问。
没什么好说的。程建华拿起桌上的笔，在哪里签字？他的爽快反而让彭万里准备好的一肚子羞辱的话全都堵在了喉咙里，就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毫无快感。人力资源经理连忙把文件翻到最后一页，指着签名处。程建华看都没看上面的条款，龙飞凤舞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签完字，他把笔轻轻放在桌上，站起身。我可以去收拾东西了吗？当然，当然。彭万里回过神来，重新靠回椅背上，恢复了胜利者的姿态。公司会给你1下午的时间，记住，公司的任何技术资料，哪怕是一张纸，都不能带走。放心，程建华看了他最后一眼，不属于我的东西，我从来不拿。说完，他转身拉开了会议室的门。门外，走廊上，许多人都在假装路过，用眼角的余光偷窥着这里发生的一切。当他们看到程建华平静地走出来时，都露出了复杂的神情，有同情，有惋惜，但更多的是冷漠和疏远。树倒猢狲散，这是职场里最真实的法则。程建华目不斜视，一步步走回那个他待了10年的角落。那里已经有一个纸箱，孤零零地放在他的办公桌上。技术部的办公区安静的有些诡异，键盘的敲击声都变得小心翼翼，每个人都埋着头，仿佛想把自己变成透明的。程建华站在自己的工位前，看着那个黄色的纸箱，一时间有些恍惚。他开始动手收拾东西，一个印着公司 logo 的旧马克杯，杯口已经有了一点小小的豁口，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年轻的他和师傅方德海勾肩搭背地站在那个破旧的仓库门口，笑得像2个傻子。一本本写满了代码和构思的笔记本，纸张的边缘都已卷起。他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轻轻地放进箱子里，动作很慢，像是在进行一场庄重的告别仪式。每拿起一件物品，过去10年的点点滴滴就像电影一样在眼前闪过。他想起，为了攻克一个技术难题，他和团队成员在公司住了半个月，累了就在行军床上眯一会儿。他想起公司接到第1笔大订单时，老方激动地抱着他说：“建华，我们成功了。”他想起彭万里刚进公司时，跟在他身后，一口一个哥，恭敬又谦卑，往事如烟，吹散了一切。手机在口袋里不停地震动，是妻子李秀英发来的微信：“开完会没？怎么样？项目通过了吗？你倒是回个话啊，急死我了。”程建华没有回复，他不知道该怎么说，是告诉他自己失业了，下个月的房贷没了着落，儿子的择校费也成了泡影吗？他默默地将手机调成了静音，周围的同事没有人过来跟他说话。几个他亲手带出来的徒弟远远地看着他，眼神里满是挣扎，但最终还是没有一个人敢走上前。程建华不怪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饭碗，有自己的家庭。他把最后一个笔记本放进箱子，目光落在了抽屉最深处的一个牛皮纸信封上。信封已经有些发旧，上面没有写任何字，这是老方去世前托律师交给他的。当时律师只是说，让他在最关键的时候再打开看。程建华的手指轻轻抚过信封的表面，他能感觉到里面有一沓厚厚的文件。这2年，他一直遵守着对师傅的承诺，从未打开过。他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把信封拿了出来，放进了纸箱的夹层里。也许现在就是最关键的时候了。他抱着纸箱站起身，准备离开这个他奉献了整个青春的地方。就在这时，
彭万里带着一群人浩浩荡荡地走了过来，他脸上挂着虚伪的笑容，手里还拿着一份文件。建华，别急着走啊！他把那份文件递到程建华面前，是股权回购协议，看看，我够意思吧？你的那点股份，我让财务按最高溢价给你算了，足足有20万呢，够你撑一阵子了。他的声音很大，足以让整个办公区的人都听到。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驱逐了，而是一场公开的羞辱。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程建华这个公司的元老是怎样被他像打发叫花子一样扫地出门的。程建华抱着箱子，没有伸手去接那份协议，他只是静静地看着彭万里，眼神深邃得像一口古井。彭万里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但很快又被即将到来的巨大快感所取代。他决定要在这场羞辱大戏的结尾再加上最精彩的一笔。彭万里环顾四周，目光扫过那些或低头或偷瞄的员工，满意的清了清嗓子，将这场表演推向高潮。他要让程建华在所有人面前颜面扫地，再也抬不起头来。建华，你也别嫌钱少。他故意提高了音量，用一种悲天悯人的语气说，毕竟公司不是你一个人的，我这个当总经理的也得对所有股东负责，对吧？他踱着步走到程建华身边，伸出手在他抱着的纸箱上轻轻拍了拍，发出砰砰的响声，仿佛在拍掉什么不存在的灰尘。我知道你为公司付出了很多，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是呢，人啊，最重要的是要认清自己的位置。公司发展了，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根针，扎在技术部那些老员工的心上。所有人都知道，启航科技的核心技术几乎都是程建华带着团队一手打造的，没有他，就没有公司的今天。可现在，这些功劳被彭万里轻飘飘的一句话就抹得干干净净。程建华依旧没有说话，他抱着箱子，像一尊沉默的雕塑。他的沉默，在彭万里看来，就是懦弱和认命。彭万里的兴致更高了，他觉得火候差不多了，是时候抛出那个最具羞辱性的问题了。他要当众撕开程建华最后一点可怜的尊严。他装作一副忽然想起来的样子，脸上带着一丝探究的、故作好奇的微笑。对了，说到股东，我一直没仔细看过股权结构表。他侧过头，仿佛是在问旁边的人力资源经理，但眼睛却始终盯着程建华。建华，我记得你当年跟着老方创业，老方是给了你一点原始股当奖励吧？这个问题一出，空气都仿佛凝滞了。所有人都知道程建华有股份，但具体有多少，除了核心层，没人清楚。在大家的印象里，作为一个技术人员，那点股份可能也就是个象征性的荣誉，不会太多。彭万里见程建华不说话，脸上的笑意更浓了。让我猜猜，1/1000还是5/1000？他摇着头，啧啧有声。哎，当初老方也真是的，太小气了。不过没关系，现在公司我说了算，我给你按1%算，怎么样？够意思了吧？他转过身，对着众人摊开手，仿佛在展示自己的大度和慷慨。大家评评理，我彭万里做事地道不地道？周围一片死寂，没有人敢附和他。彭万里也不觉得尴尬，他转回头，重新面对程建华，摆出了总经理的架子，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公事公办的口吻发出了最后的通牒。好了，闲话不多说，程建华，你现在就告诉我，为了方便财务计算回购金额，你个人
到底持有公司多少股权？程建华终于有了动作，他将怀里抱着的纸箱轻轻地放在了旁边的空桌上，发出一声轻微的闷响，然后他缓缓地直起身子，他抬起头，目光第一次如此正式地毫无闪躲地迎向了彭万里那张写满了得意的脸。整个办公室的目光在这一刻全部聚焦在了他的身上，时间仿佛被按下了慢放键。程建华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他的声音不大，甚至可以说很轻，但在落针可闻的办公区里，却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清晰地传到了每个人的耳朵里。不多，也就52%，52%，这6个字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炸雷，炸得整个办公区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空气凝固了，时间凝固了，所有人的表情都凝固在了脸上。有的人嘴巴微张，忘了合上；有的人眼睛瞪大，忘了眨眼；有的人手里还捏着鼠标，却忘了点击。几秒钟后，这片死寂被一声尖锐的爆笑打破。哈哈哈哈哈哈！彭万里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快出来了。他指着程建华，像是在看一个走投无路后彻底疯掉的傻子。52%，程建华，你是被我刺激的失心疯了吧？你知不知道公司总股本是多少？你知不知道52%意味着什么？他转向周围的员工，摊开手，用一种极其夸张的语气喊道：大家都听到了吗？我们的程大总监，他说他有公司52%的股份，他是公司的老板。哈哈，这是我今年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一些跟着他混的年轻主管也跟着附和地干笑起来，只是那笑声怎么听都有些底气不足，而那些老员工则都死死地盯着程建华，眼神里充满了震惊、疑惑和一丝微弱的期待。面对彭万里的疯狂嘲笑，程建华的表情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他没有辩解，也没有愤怒，他只是默默地转过身，从那个刚刚放下的纸箱夹层里取出了那个陈旧的牛皮纸信封。他的动作不疾不徐，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地映在所有人的眼帘里。他用手指从容地撕开了信封的封口，这个动作像一个开关，瞬间让彭万里的笑声卡在了喉咙里。一种不祥的预感像毒蛇一样缠上了他的心脏。程建华从信封里抽出了2份文件，第一份是一份装订好的股权赠与及委托管理协议，第2封是一封手写的信。他先是将那份协议轻轻地放在了桌面上，协议封皮上瑞州市公证处的红色印章在灯光下显得格外醒目。然后他展开了那封信，是师傅方德海那熟悉而有力的笔迹。程建华的目光扫过信纸，最后他的声音平静而清晰地在办公室里响起。他念出了信中的一段话：建华，无图亲戚，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想必你已身处困境。我知你品性重情义而轻权谋，此乃君子之风，却亦为小人所趁。万里此人，才疏而心大，非能托付之人。我走之后，公司若在他手，必将沦为谋利之器，失其本心。故我将名下所持启航科技50%的股权，连同我个人所占的1%的创始法人股，共计51%，于你师母及律师见证下，全权赠与你。协议早已生效，只待一个时机，这个时机便是我留给你的最后一道考验。若你能坚守本心，不为权位所动，则此协议永不必现世。但若有朝一日小人当道，
将你逼离你亲手创立之事业，则此信便是你手中之剑，当斩尽一切宵小，重振起航之风。持此剑，你便拥有公司51%的股权，加上你自己原有的1%，合计52%。建华，从今往后，启航就交给你了，勿负我托。程建华的声音落下，整个世界鸦雀无声。信纸上，方德海的签名和日期清晰可见，而那份公证协议上，赠与人方德海和受赠人程建华的签名，以及公证员的签章，更是铁证如山。彭万里的脸在一瞬间经历了从绯红到煞白，再到铁青的剧烈转变。他脸上的肌肉疯狂地抽搐着，眼睛瞪得像要裂开，死死地盯着那份文件。不可能！他的喉咙里发出了野兽般的嘶吼，这是假的，绝对是伪造的！老头子，他怎么可能？他像疯了一样扑了过来，想要抢夺那份文件，但程建华只是轻轻一侧身，就让他扑了个空。这份协议一式4份，我1份，律师1份，公证处1份，还有1份在公司的保险柜里。程建华看着他，淡淡的说道：“你上任总经理的第1天，我亲手放进去的保险柜。”彭万里听到这3个字，身体猛地一僵，像是被抽走了全身的力气，踉跄着后退了2步，一屁股瘫坐在了地上。他想起来了，老方去世后，他急于掌控公司，在程建华的帮助下办理了交接。当时程建华确实拿了一个文件袋，说是老方留下的公司重要文件，需要存档，让他这个新任总经理签字后放入保险柜。他当时满心欢喜，看都没看就签了字，只觉得那是权力的象征。他做梦也想不到，那份他亲手锁进保险柜的文件，竟然是埋葬他自己的判决书，伪造的！你这是商业欺诈，我要报警抓你！彭万里坐在地上，色厉内荏地咆哮着，只是那声音抖得不成样子。你可以试试。程建华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他按下了免提键。喂，建华，有什么事吗？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沉稳的中年男声：“周律师。”程建华的语气很平静：“我现在在公司。关于方德海先生留下的那份股权赠与协议，彭万里先生认为他是伪造的，周围的员工大气都不敢出，他们都听出来了。”电话那头的人是公司常年的法律顾问，也是瑞州市鼎鼎大名的周信成大律师。周律师在那头轻笑了一声：“彭总大概是忘了，这份协议的公证就是我亲自陪着方老先生去办的，所有的手续都合法合规，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如果彭总有疑问，随时可以去公证处查档，或者直接来我的律师事务所看底档也可以。”周律师的声音顿了顿，变得严肃起来：“哦，对了，建华，协议中还有一条补充条款。方老先生考虑到你可能会顾及亲情，特意注明此协议的触发条件，即程建华先生被迫非正常离职一旦达成，赠与即刻完成，且不可撤销，不可逆转。从法律意义上讲，从你签署那份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一刻起，你已经是启航科技绝对控股的大股东了。”嘟！程建华挂断了电话。周律师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彭万里的心上。他最后一丝幻想也彻底破灭了。不！他失魂落魄地摇着头，眼神涣散，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他完了，他的一切都完了。”那个一直站在旁边趾高气扬的人力资源女经理，此刻的脸色比彭万里还要难看。她悄悄地
一步一步的想要溜回到人群里。王经理，程建华的声音不大，却让他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僵在原地。你也别急着走。王经理转过身，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程董，我都是按彭总的指示办事，我知道。程建华点了点头，目光却越过他，看向了人群中一张张惊魂未定的脸。各位，他开口了，声音传遍了整个办公区。从现在开始，我以启航科技最大股东的身份宣布，刚才由彭万里先生和人力资源部下达的对我的免职决定及其签署的相关文件全部作废。人群中响起了一阵压抑着的骚动。程建华看着瘫在地上的彭万里，继续说道：第二，我宣布，彭万里先生即刻起解除其在启航科技的一切职务，请在1个小时内收拾好你的私人物品，离开公司。程建华的第二条宣布像是一道惊雷，让所有人都回不过神来。前一秒还高高在上，掌握别人生杀大权的总经理，下一秒就被当众宣布扫地出门。这反转比任何电影都来得刺激。彭万里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他猛地抬起头，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瞪着程建华。程建华，你不能这么对我，我是你表哥，你老婆是我表妹，我们是亲戚。他终于想起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开始打亲情牌了。亲戚？程建华笑了，那是他今天第一次笑，笑意里却充满了冰冷的嘲讽。在我被你用伪造的报告污蔑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是亲戚？在你为了把我赶走，不惜开除一个无辜的年轻人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是亲戚？就在刚才，你拿着20万块钱像打发乞丐一样羞辱我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是亲戚？程建华每问一句就向前走一步。彭万里被他逼人的气势吓得在地上不住的后退。现在你跟我谈亲戚了？程建华居高临下的看着他，摇了摇头。晚了。他不再理会瘫软如泥的彭万里，目光转向那个手足无措的王经理。王经理，还有你，以及总经办所有参与伪造星盾项目安全报告的人，很抱歉，公司不需要没有职业道德的员工，你们也一样。1个小时之内离开公司。那几个刚才还跟在彭万里身后耀武扬威的年轻人瞬间面如死灰。处理完这些人，程建华的目光在人群中扫视，最后落在了几个技术部的老员工脸上。那些刚才还低着头不敢与他对视的汉子，此刻都抬起了头，眼眶泛红。老刘，老王，程建华的声音缓和了下来。公司这段时间乌烟瘴气，辛苦你们了。简单的一句话，让那几个40多岁的男人眼泪差点掉了下来。接着，程建华再次拿起手机，找到了张远的号码，拨了过去。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通，那头的声音充满了沮丧和疲惫。喂，程哥。张远。程建华的声音沉稳而有力。现在回公司来，立刻，马上。张远愣住了。回公司？程哥，我不是已经被我让你回来？程建华打断了他。从现在开始，你被任命为技术部副总监，立刻回来协助我重组星盾项目组。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随即传来了一声带着哭腔的、用尽全身力气的嘶吼：“是，程董。”挂了电话，程建华转身，拿起了桌上那份属于自己的股权赠与协议。他看着协议上师傅的名字，心中百感交集。他从不想争什么，也不想抢什么，但现在他明白了师傅的苦心。
有些东西你不去争，就会被小人窃取；有些责任你不去扛，就会被奸佞践踏。他抱着那个装满了自己10年青春的纸箱，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一步一步走向了那间曾经让他感到压抑和屈辱的、象征着公司最高权力的总经理办公室。办公室的门虚掩着，他伸出手，轻轻一推，门开了，属于他的时代也开始了。傍晚，当程建华开着他那辆旧大众回到家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他没有立刻上楼，而是在车里静静地坐了很久。今天发生的一切如梦似幻，他看着那个放在副驾驶座上的纸箱，又看了看纸箱里那个牛皮纸信封，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他知道楼上还有一场风暴在等着他。果然，他一打开家门，妻子李秀英就从沙发上弹了起来。当他的目光落在他手上抱着的纸箱时，脸色唰的一下就白了。你这是怎么回事？他的声音都在发抖。程建华默默地换了鞋，把纸箱放在了玄关的柜子上。公司是不是让你走了？李秀英的眼圈瞬间就红了。我那个表哥彭万里，他真把你给踢了！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他冲上来，捶打着程建华的胸口，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这日子还怎么过啊？房贷下个礼拜就要还，小斌的择校费还没着落，爸妈那边……程建华，你倒是说句话啊！你这个窝囊废！他哭着骂着，把积压在心底所有的焦虑和恐惧都发泄了出来。程建华没有躲，也没有还口，就那么静静地站着，任由他捶打。他知道妻子骂得越凶，心里就越害怕，直到李秀英哭得没了力气，蹲在地上小声地抽泣，他才走过去，将她轻轻地扶了起来。对不起，让你担心了。他的声音很温柔。李秀英抬起泪眼，哽咽着说：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工作都丢了。工作没丢。程建华摇了摇头。他从纸箱里拿出了那个牛皮纸信封，抽出了里面的文件，递到了妻子的面前。你看看这个。李秀英疑惑地接过文件，泪眼模糊地看着。当他看清股权赠与协议上的内容，特别是看到51%和受赠人程建华的名字时，他的哭声戛然而止。他揉了揉眼睛，以为自己看错了。他又仔仔细细的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了一遍。这是……他的嘴唇哆嗦着，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简单说，程建华扶着他的肩膀，让他坐到沙发上。从今天下午开始，启航科技是咱们家的了。李秀英的大脑彻底宕机了，她呆呆地看着手里的文件，又呆呆地看看程建华。足足过了1分钟，才猛地爆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尖叫。啊！她一把抱住程建华，又哭又笑。真的，这是真的，我不是在做梦吧？真的。程建华笑着拍了拍他的背。李秀英拿着那份文件翻来覆去的看，像是捧着什么绝世珍宝，脸上还挂着泪，却笑得像个孩子。太好了，太好了！他激动得语无伦次。我明天就去把小斌的择校费交了。不，我们给他报最好的那个国际班。还有你妈的病，我们接到瑞州来，找最好的专家给他看。还有这房子，我们换个大的，换个别墅。程建华看着妻子这副样子，笑着摇了摇头。他拉着她的手，认真地说道：秀英，钱的事情以后都不用愁了，但是我们不能忘了本。李秀英愣了一下，随即重重地点了点头。我懂，我懂，我就是太高兴了。她擦了擦眼泪，忽然想起了什么，脸色一变。对了，彭万里，我那个表哥呢？他知道这事了吗？
他那个嘴脸，我现在想起来都恶心。他知道了。程建华淡淡地说：“今天下午我已经把他开除了。”李秀英听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无比解气的表情。真是活该，这种人就该有这样的下场。那天晚上是这个家庭近几年来最轻松的一晚，程建华亲自下厨，做了几样家常菜。夫妻俩坐在餐桌旁，没有再谈论房贷和账单，而是聊起了未来，聊起了对公司的规划，聊起了对父母和孩子的安排。灯光下，李秀英看着丈夫那张平静而坚毅的脸，忽然觉得这个男人从来都不是什么窝囊废，他只是一座沉默的山，平时不显山不露水，但当风暴来临时，他却能撑起整片天空。第二天，程建华一大早就回到了公司，整个启航科技的气氛已经和昨天截然不同，压抑和谄媚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谨慎的乐观和好奇。所有员工看到他，都恭敬地喊一声“程董”。程建华走进那间宽敞明亮的总经理办公室，属于彭万里的东西已经被清理得干干净净。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张远把技术部的所有核心成员都叫了过来。星盾项目从今天起全面重启，所有的干扰和掣肘从现在开始全部消失。我只要一个结果，3个月内产品必须上线。技术部的精英们看着眼前这个重新归来的领导者，眼神里重新燃起了久违的火焰。是，程董。就在会议进行到一半时，程建华的手机响了，是李秀英打来的。建华，不好了，我大姨就是彭万里的妈，带着彭万里和他老婆堵在我们家门口了，又哭又闹的，说你不念亲情，要把他们一家往死路上逼，邻居都出来看了，太难看了。程建华皱了皱眉，他预料到彭万里会不甘心，但没想到他会用这种撒泼打滚的方式。你别理他们，锁好门，别出去。可他们是我亲戚啊，我大姨都跪在门口了。李秀英的语气有些犹豫。秀英，程建华的声音变得严肃，你记住，我们对得起他们，是他们对不起我们。这个时候心软，就是对自己的残忍，也是对老方师傅的不负责任。你把电话给彭万里。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嘈杂，很快响起了彭万里带着哭腔的哀求声：“建华，妹夫，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猪油蒙了心，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看在咱们是亲戚的份上，你不能把我赶尽杀绝啊！我给你2个选择。”程建华的声音冷得像冰。第一，你侵吞公司资产，做假账的事情，我们可以走法律程序，你下半辈子应该可以在牢里过得很充实。电话那头瞬间没了声音，彭万里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第二，程建华继续说道，把你这些年通过不正当手段从公司拿走的所有钱，一分不少的吐出来，然后带着你的家人从瑞州市消失，永远不要再出现在我们面前。彭万里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我只给你1天的时间考虑。说完，程建华直接挂断了电话。他知道对付这种人，任何的仁慈都是放虎归山。果然，不到半个小时，李秀英又打来电话，说她大姨一家人已经灰溜溜的走了，解决了家里的闹剧。程建华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撤掉了所有彭万里安插进来的没有实际能力的皇亲国戚，他重新设立了技术贡献奖金，恢复了被彭万里取消的所有员工福利。
他亲自拜访了几个被彭万里排挤走的核心技术人才，诚恳地邀请他们回来。整个公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重新焕发了生机。下午，保安部打来电话，说彭万里来了，想见他。程建华在办公室里见了他，仅仅1天不见，彭万里像是老了10岁，头发乱糟糟的，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绝望。他提着一个大箱子，放在程建华的办公桌上。这里是500万，还有一套房子的房产证，是我所有的钱了，求求你放过我。程建华没有看那个箱子，他只是看着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男人，平静地说道：“把东西交给财务部，让他们清点，然后离开瑞州。”彭万里如蒙大赦，点头哈腰地退了出去。当他走到门口时，程建华忽然叫住了他：“彭万里！”彭万里浑身一颤，转过身来：“你永远不会明白，这家公司对我，对老方师傅来说意味着什么。它不只是一个赚钱的工具，它是我们的心血，是我们的孩子。”彭万里似懂非懂地看着他，最后带着满脸的羞愧和悔恨，消失在了门口。1个月后，启航科技召开了一场盛大的新品发布会。发布会的主角正是浴火重生的星盾安全系统。程建华穿着一身得体的西装，站在聚光灯下，亲自担任主讲人。他没有用华丽的辞藻，也没有讲空洞的口号，他只是平静地向在场的媒体和客户讲述了星盾系统背后的技术原理，讲述了团队成员为了攻克难关付出了怎样的努力。他的讲述真诚而自信，台下公司的员工们看着他们的主心骨，眼中充满了敬佩和自豪。张远如今已经是能够独当一面的技术总监，他站在台侧，看着台上那个曾经保护过自己的身影，心中感慨万千。发布会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星盾系统的性能远超市场上的同类产品，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公司的股价也随之一路飙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启航科技这艘一度偏离航向的巨轮，终于在新的船长带领下重新驶入了正确的航道，乘风破浪。发布会结束后，程建华没有参加庆功宴，他开着车来到了郊区的一片墓园。他捧着一束白色的菊花，走到了师傅方德海的墓碑前。他将墓碑擦拭得干干净净，把花轻轻放下。师傅，我来了。他坐在墓碑前，像往常一样絮絮叨叨地跟师傅聊了起来。公司现在很好，星盾发布了，很成功，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好。您留下的人我都请回来了，那些乌烟瘴气的东西我也都清理干净了。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启航会一直是我们当年创立它时想要的样子。山风吹过，松涛阵阵，像是在回应着他。程建华坐了很久，直到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他站起身，对着墓碑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离开时，他的脚步坚定而有力。他知道自己肩上扛着的不仅仅是一家公司，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和传承。又是一年春天，瑞州市高档住宅区的一栋别墅里传出了阵阵欢声笑语。程建华的父母被接到了瑞州，母亲在大医院的精心治疗下身体好了很多，脸上也有了红润的光泽。他的儿子小斌也如愿进入了最好的国际学校，性格变得开朗自信。李秀英不再是那个每天为柴米油盐焦虑的家庭主妇，她报了管理学的课程，开始学习如何帮助丈夫打理公司的行政事务，成为了她事业上最好的帮手。
周末的午后，阳光正好，程建华陪着父亲在院子里下棋，李秀英和婆婆在客厅里聊着家常，小斌则在草坪上和新交的朋友追逐嬉戏，一切都岁月静好。将军，程建华笑着落下最后一子，父亲哈哈大笑：“你小子棋艺见长啊！”程建华笑了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他抬起头，看着不远处的妻儿和母亲，眼中满是温暖和满足。手机响了一下，是一条新闻推送：昔日商业新贵彭某因投资失败，血本无归，流落南方小城，靠打零工为生。新闻配了一张模糊的照片，照片上的男人头发花白，身形佝偻，正是彭万里。程建华只看了一眼，就平静地关掉了手机屏幕。善恶到头终有报，那个人已经不值得他再投入一丝一毫的关注。他站起身，走到办公室的落地窗前，这里曾是彭万里最喜欢待的地方。他喜欢从这里俯瞰整个瑞州，享受那种掌控一切的感觉。而现在，程建华站在这里，心中感受到的却不是掌控的欲望，而是一种开阔和责任。他知道，财富和权力从来都不是他人生的终极目标。守护好自己的家人，带领好自己的团队，传承好师傅的信念，让科技的力量去创造更多美好的东西，这才是他真正想要的。阳光穿过云层，洒满了整座城市，也洒在了他的身上。他的人生已经起航，驶向了一片更广阔的海洋。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